坏了坏了，白俄摊上大事了。近日呢，美国突然开始要求白俄境内的美国人立即撤离，甚至还督促本国民众不要前往白俄境内。同时呢，美国国会又紧急批准了一项对波兰的军购申请。好家伙，这是要打白俄罗斯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8月21号，拜登政府突然向外发布旅行警告，宣称白俄当局仍在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及俄罗斯还在白俄集结军队任意执法，美公民在当地被拘留的风险加大。因此，美国政府敦促在白俄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白俄境内。与此同时，美国还紧急批准了波兰120亿美元的军火采购申请，其中包含了92架 AH-64E 守护神阿帕奇武装直升机、200多台备用发动机以及零配件弹药等等。此外，还包括相关培训、后勤、维护保养设备等等。其中呢，弹药部分如下：96枚地狱火训练弹、460枚 AGM-179A 联合空对地导弹、508枚毒刺空空导弹、1844枚 AGM-114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以及7650枚 APK-WS-2 精确制导火箭。好家伙，经过这次加强，面对波兰，白俄是根本没得玩啊！而有关于 AH-64 阿帕奇，各位对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作为一款由波音公司研制的双发双座位的武装直升机，从1986年开始服役以来，先后在多场战争中大显身手。由于采用了许多的先进技术，比如数字化飞控系统和火控雷达系统，使其能在各种复杂环境下有效地执行任务。截至至今，在现实战场中 AH-64 已经多次证明了其卓越的性能和强大的火力。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该直升机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战后统计显示，战争期间 AH-64 在伊拉克击落了伊军数百架直升机，并对地面目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比如有一次，一支伊军的装甲车队试图逃脱，但在 AH-64 的精确打击下仍被全部摧毁。而 AH-64 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大的攻击能力，还在于它先进的武器系统，包括 M230 机炮、AGM-114 对地导弹等等，使其能对各种目标进行打击。其中 M230 机炮呢，作为一种20毫米链炮，射速高达625发每分，最远射程超过 1.5 公里，可以轻易摧毁装甲车辆、建筑物等目标。而 AGM-114 地狱火则是一种高精度制导导弹，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包括装甲车辆、建筑物、坦克等等，具有发射距离远、精度高、威力大等优势，最远射程可以达到8公里以上。而除了这2款武器外呢，上面军购清单中的其他武器也是 AH-64 的标配，比如说 FIM-92K 空对空导弹，便是毒刺防空导弹的空射型号，可以有效地摧毁敌方直升机和其他低空飞行的目标。至于 APK-WS-2 精确制导火箭，则是一款由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先后为美陆军和海军开发的雷射制导配件，装载由武装直升机与攻击机所发射的9头蛇70航空火箭弹上，将本来无控的传统航空火箭弹变为可控，并且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使用的一款精确制导弹药。该火箭弹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分布式孔径半主动激光导引头的设计，使得 APK-WS-2 制导火箭不仅保留了原有9头蛇火箭弹的引信、战斗部和发动机，无需对载机做任何改装，还无需对发射器做任何修改，只需要将制导组件拧在战斗部和发动机之间，就能将无控火箭弹变成精确制导弹药，最远射程可达14公里。此外，该火箭弹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具有极高的通用性和兼容性，能从多种旋翼机、固定翼飞机和无人机上发射，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和任务进行选择，使用多种类型的战斗部和引信。然后是 AGM-179A，它是洛马公司研制的一款联合空对地导弹，
其弹径为180毫米，弹长为1.8米，弹重为49千克，射程达500到8000米。配备有一个双模导引头和一个多用途战斗部，能使用半主动激光制导系统或主动毫米波制导系统，主要装备在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上，可以用来打击静止和移动状态下的敌方路面或者海面高价值目标。与地狱火导弹相比，前者的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威力更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直到今年1月份 ，AGM-179 才获准进入全速量产。这次军购批准该导弹进入名单中，由此可见美国对波兰的支持。其实有关于这次军购申请，早在2022年9月8号，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什·布瓦什恰克就曾表示，波兰已经向美国提交了采购96架 AH-64E 的正式请求。然后到了今年5月5号，马里乌什又在访美期间再次宣布，美国将向波兰提供8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可以让波兰飞行员在签署正式协议之前进行有关该直升机的相关培训，包括用于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在这次的采购申请通过后，未来波兰将计划将这96架 AH-64E 组成6个中队，每个中队16架。这不仅能装备第一航空旅的2个基地，还能组建出一个新的航空旅，然后将其编入新组建的第18机械化师。而按照波陆军早期的计划，未来的第18机械化师将是一支配备美式装备的重型师，同时还会为其配备一个陆航旅，将一跃成为波陆军的最强部队。另外，除了这次的新军购之外，在2022年波兰的军购也不少。就在2022年7月底，波兰曾与韩国达成了一份总金额高达145亿美元的大单，订单之大仅次于阿联酋在2021年12月份一口气宣布购买80架阵风战斗机的160亿美元。而这次订单中的大头呢，就是波兰会采购180辆韩国的 K2 主战坦克。根据当时的预定计划，这些坦克将第一批会在2022年底之前交货，并在2025年全部交付。波兰会将这180辆 K2 坦克优先装备3个营。此外呢，到了2030年，波兰可能还会向韩国采购多达400辆 K2 坦克，共计580辆的 K2，总价达到了11万亿韩元。未来双方还将联合开发 K3PL 型未来版本主战坦克。同时，这次波兰呢还采购了48架韩国的 FA-50 战斗机，该机呢是韩国 T-50精英教练机的改良型。这些战机将会从今年第3季度开始交付给波兰空军，直到2024年全部交付完毕，总价值为3.4万亿韩元。还有便是一口气购买了672门 K9A1 自行火炮，总价值达到了4到5万亿韩元。到了2022年12月6号，波兰从韩国订购的首批军火大单已经抵达波兰港口，其中包括了10辆 K2 主战坦克和24门 K9 自行火炮，以及配套的后勤维修车、弹药补给车等。而除了采购韩国武器之外呢，去年波兰在7月份之前还花费了47.4亿美元，从美国手中购买了250辆的 M1A2 SEP-V3， 主要用于装备波兰陆军第18机械化师和第1坦克旅。同时，波兰还向其出售了一批后勤和训练装备，比如坦克成员模拟器等等。按照当时签订的采购计划，美军将在2022年夏季提供28辆 M1A2 SEP-V2 型主战坦克，用于训练波兰坦克士兵。由于 V2 与 V3 型操作系统通用，所以波兰坦克兵能借助 SEP-V2 掌握 V3 的使用技能。而截止至今，第一批28辆的 SEP-V2 已经到达了波兰陆军训练中心。波陆军正在使用这批 SEP-V2 坦克进行训练，为下一步换装 SEP-V3 坦克做好准备。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份，波兰国防部长还签署了一份购买116辆 M1A1 坦克的合同，计划在2023年到2024年全部交付给波陆军。到了今年6月28号，波国防部长已经对外表示，首批14辆 M1A1 坦克已经运抵波兰什切清港。同时，今年还会有更多的同类型坦克抵达波兰，届时波兰将成立一个艾布拉姆斯坦克营。不过，虽然波兰已经购买了这2款世界先进坦克，但却依然没有满足。在2022年，波兰还计划将国内现有的142辆豹2A4和豹2PL
以及105辆豹二 A5升级为豹二 PL-M2型号。这是现今豹二 PL 的最新改进型，将会配置波兰自制的 FONET 数字通信系统与 Top AZ 战场管理系统，预计在2023年底全部升级完毕。也就是说，在今年过后，波陆军的主战坦克将会由豹二 PL-M2、豹二 A7 PL、M1A1、A2 以及 K2 PL 4种坦克组成，全部都是世界先进坦克了。不仅如此，在2022年5月份，根据防务新闻网站的报道，波兰还计划从美国手中采购500套 M142海马斯火箭炮。根据波兰的计划，这批装备中一大部分将由波兰工厂自行生产，目的是确保这些武器可以尽快与波兰现有的军事操作系统匹配。双方军购协议的第一部分总价值约为4.14亿美元，而到了今年2月7号，美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向波兰出售500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首批的海马斯预计将在今年交付。虽然说没有说明具体日期，但波兰也并不着急，因为在更早之前的2018年11月，波兰就向美国购买了20辆海马斯火箭炮，同时也采购了相应的227毫米火箭弹以及3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种导弹的射程呢将近300公里，足以媲美短程战术弹道导弹。到了今年5月15号，波兰国防部长就已经对外宣布，20套海马斯的首批5辆已经运抵波兰了。同样，他们也将配备给波陆军第18机械化师，用于保护波兰东北部边境。而有关于该火箭炮的性能就不用大兵多说了吧。在俄乌战争中，海马斯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让乌军即便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也能给俄军造成相当大的麻烦，甚至让不少俄军前线士兵患上了海马斯恐惧症，由此可见有多么强大。讲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去年以及这次的军购订单中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对地武器。难道说，如果是为了对付白俄陆军，真的需要如此豪华的阵容吗？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白俄罗斯陆军的总人数约为4.35万人，编为国防部直属部队和3个军，其中作战能力比较强的是第6、第11、第19和第120机械化步兵旅。白俄陆军装备有69辆 T80U 型主战坦克和532辆 T72BV-B3 主战坦克，其中呢，后者是近些年来白俄陆军接收的最强最新的主战坦克，换装了全新的发动机，马力达到了1130马力。同时，白俄的第140坦克修理厂还在翻新那些封存的 T72A 型坦克。而除了坦克之外，战前白俄陆军还装备有932辆 BMP-2 步兵战车，现今其中有一些呢已经送往了俄罗斯，用于补充俄军在战场上的损失。此外便是132辆 BMP-1 步兵战车，是一款上世纪苏联时期的老式装备；154辆 BMD-1 伞兵战车，主要配属白俄罗斯的空降部队，能够使用运输机空投和运输。39辆 BTR-70 轮式步兵战车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主要加强了预防性和攻击性能。153辆 BTR-80 82A 轮式步兵战车部分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但大部分还都是 BTR-80 的水平。50辆 MTLB 装甲人员运输车，该型车是白俄陆军继承自苏联陆军的老式装备。此外，在火炮方面，白俄陆军配置有12门 2S19 型152毫米自行榴弹炮，是苏联上世纪80年代末期研制的装备，主要用于执行战场火力支援及反炮兵作战任务。108门 2S3 型152毫米自行榴弹炮，116门 2S5 型152毫米自行榴弹炮，198门 2S1 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这款装备更为古老，是苏联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产物了。48门 2S9 型120毫米自行迫流炮，在近些时候呢，俄罗斯向白俄境内增兵时曾经出现过。48门 2A65B 型15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发射一般炮弹射程为25公里，能够发射精确制导炸弹。136门 2A36 风信子 B 型15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使用火箭增程弹时最远射程可达40公里。
48门第30型12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定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广泛装备于各个国家。目前呢，也是俄乌战争中俄军的主要火力。只不过由于战争状态的权重高达 3.15 吨，因此展开时间比较长。此外，在火箭炮方面，白俄陆军还装备有36门 BM30 型300毫米远程多管火箭炮，为白俄陆军现在的远程火箭炮的主力了。最远射程为70公里，能够发射多款弹药。72门 BM27 型220毫米远程多管火箭炮，最远射程40公里。由于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因此模块化、智能化水平较低。那么以上这些呢，基本就是白俄陆军装备的所有重型武器了。细心的观众可能就发现了，基本上都是上世纪苏联时期的产物了。而与之相比，波兰这2年采购的武器装备则基本上都是近几十年的产物，在性能和现代化程度上是远超白俄陆军。同时，在陆军规模方面，现今波兰大约有 7.7 万人，而近期还在进行扩军，因此不论是在人数还是装备上，波兰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总结来说，在经过去年和今年的几次军购，特别是这次美国给波兰的新军购之后，波兰的军事实力已经达到了顶峰。未来一旦白俄与波兰开战，赢的几率将会非常低。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